索尼的发布节奏是真的有点奇怪，一次性在同一天推出了3款产品，那虽说互相之间能够兼容，但它们本质上又是独立的东西。你看，一支轻巧的全画幅70到200 f4 镜头，最近对焦距离 0.26 米，能够当成微距来用，挺不错的。一个超级多变的数字音频麦克风，挺有趣的。还有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APS-C 旗舰相机 A6700， 那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主角就是它。索尼的 APS-C 产品现在几年以前还是非常火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你现在还在用索尼的 A6300， 但是如果你记得它的话，它真的是过去的性价比之王，尤其是拍视频，你敢信它在7年之前就有 6K 超采样的 4K 视频功能了吗？这就离谱。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索尼的 A6000 系列它其实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变化，这个产品线也就慢慢的冷了下来。不过在去年 FX30 发布之后，很多相机行业的朋友也都猜到了索尼不太可能只在这个机型上使用这一块2600万像素的 APS-C 传感器，这不符合我们索尼大法的风格。那果然它现在出现在了6700的身上，去掉了一些专业视频功能，加上了很多对摄影友好的部件， EVF 快速切换的波轮，改善的手柄，这都很不错。那虽然在这个价位6700我觉得不太可能成为一代性价比神机，像6300那样，但是如果你同时想拍摄视频和照片，又喜欢 APS-C 这个规格，那它就是当今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首先在外观方面，相比全画幅，6700是真的轻，毕竟 APS-C 小的不只是机身，还有镜头，你装上一比，这个体感上、重量上都会变得非常的明显。那跟上时代的全新触摸菜单、合理的按键布局，以及这个 EVF 取景器，用起来都是挺不错的。那尤其是手柄，握持手感有着非常明显的改进。那相比6600，这次6700顶部的模式拨盘位置跟 HM4 是类似的，分成了上下2层。那显示屏变成了侧翻式，视频的录制键改到了上面。原本位于电池仓的卡槽也被移到了机身左侧，位置是更好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夸它。你明明是旗舰6700，但是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只有一张 SD 卡的卡槽。那虽说速度是变快了，支持 UHS-2， 但是 SD 卡真的很贵，尤其是 V90 的存储卡，你看一下，这不是天价，这不是抢劫是什么？太夸张了。那高速卡方面 ，CFA 的性价比在我看来远比 SD 卡要好，但是索尼它就是没有给你这个 A7 系列上面的 CFA 还有 SD 卡通用的卡槽，这一点真的很遗憾。那除此之外，6700我整体还是非常喜欢的，配合 APS-C 这些不错的镜头，我一个人在街上拍非常的顺手。那我知道这么说，我像是在为 APS-C 洗地，但是我觉得 APS-C 挺好的。全画幅当然有着更前的景深，还有更大的通光量，但是这不代表 APS-C 的相机画质就不行。毕竟在视频方面，你看一下专业的摄影机，像 Red 科莫多 X BMPCC 6K， 它的传感器未必会比 APS-C 的相机要大，所以画质和传感器大小的关系，我觉得是见仁见智，有一个上限。你可以直接看一下样片，再来决定。老规矩，原素材我们传到了官网，你可以去下载调一调，还有试一试，希望有一个3连，谢谢，这都是免费的。A6700使用的2600万像素背照式传感器相当优秀，属于 APS-C 机型里面的佼佼者。视频规格看起来是几乎一个不落的，4K 60帧，10比特422，裁切后支持 4K 120帧或者 1080P 240帧 ，XAVC-I、XAVC-HS 这些规格它也都有。那拍摄 4K 60帧或者更低帧率的时候，你所获得的画面都是由 6K 超采而得来的，所以锐度和解析力都能得到保证。那就像我过去说的，单独比解析力的话，6700这块传感器是会比索尼 FX3、FX6 还有 A7S3 都要更锐的，因为它有超采样。而且你仍然有 S-Log3、S 映痛可选，14档动态范围也完全足够应付日常的拍摄，所以光从参数层面来看，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那真的要说的话，可能就是没有 6K 分辨率的记录会稍微有一点膈应，还有没有 Open Gate， 这是我能想出来的2点，别的完全够用。
那相比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 FX30 6700肯定要被索尼割一点功能，对吧？那它确实割。首先就是没有了精准的外置输入时间码，那另外 EI 的概念没有了，现在只有 ISO。那至于什么是 EI， 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之前 FX30 的评测。那简单来说就是 ISO 锁定在原生档位，以获得最佳的动态范围分布，这样效果会最好。那我们测试之后发现 FX30 所拥有的双原生 ISO 6700现在还是有的，分别是800和2500，整体的高感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ISO 升到6400，画面现在也还是非常可用的一个状态。那对焦方面，6700加上了索尼最新的对焦系统，还有 AI 识别。索尼今年搞 AI 搞得非常多，但确实不错，这也使得它的对焦性能在 APS-C 品类里面难逢对手，真的很稳定。无论你是转身还是来回走动还是背部，它都能死死锁住。即便是在拍摄升格的情况之下，6700也是发挥稳定，飞机、鸟、动物各种东西它都能识别出来。这就是目前的第一梯队领头的对焦系统，真的很强。那果冻控制可能是我在6700上面综合表现上能够挑出最大的一根刺。那虽然相比以前6300还有6400已经好了很多很多。那至于量化数据的话，我们通过测试仪计算了一下，6700的滚动快门读出速度大概在 14.9 毫秒。那作为参考 ，FX3 的读出速度是 8.7 毫秒，那会有一些区别。最后在防抖方面 ，A6700机内有着5轴防抖。那在拍视频的时候，现在还新增了一个增强防抖的功能，我只能说还可以，但是不是很好。而且很尴尬的一点是，这个防抖它并不是索尼 ZV-E1 里面的陀螺仪防抖，实际效果比 ZV-E1 要差很多。这一刀割的我就非常难受。它本来很适合拍摄 Vlog， 很适合自拍的一台相机。你看这个10到20的镜头多好呀，一装上这么广。但是现在一走起来，这个防抖就还是不够看。但是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插件，叫做 Gyro Flow， 这个开源软件太厉害了。你现在可以直接在达芬奇里使用它，然后读取索尼相机，不管是6700还是别的相机的陀螺仪数据，能够把这种抖动的画面电子稳定成这样，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常规的后期稳定根本就没法和它比，所以我强烈推荐你试一下，这是完全免费的，是国外一个大佬做的，感谢他。那讲到这里 ，A6700其实听下来是一台非常不错的相机，对吧？几乎没有什么喷点，都是一些挑刺的地方，没有太大的遗憾，除了防抖有一点，别的看起来没有啥问题，对吧？不对，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换场景？因为现在拍样片拍到一半，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真的还挺重要的，就是它会过热。拍摄我们最常使用的 XAVC-S 的 4K 50帧视频，在24分钟左右的时候，机身就出现了高温的标志，然后30分钟的时候就自动关机，然后再次打开拍摄2分钟之后就又过热关机了。而且比较离谱的一点是，如果你把这个屏幕这样折回去不翻在外面，这样拍摄，它15分钟就会过热关机，然后再开机几分钟又过热关机。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让我觉得很遗憾。A6700我非常喜欢现在拍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忽视，它会过热。如果你是走走拍拍停停，那还好，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商业拍摄，那你真的要慎重考虑，它过热基本上就是一个必然。唉，就很遗憾，我很喜欢，但过热。那接下来我想再提一下这次和6700一同发布的这支全新的数字音频麦克风，这个我反而觉得会比6700更让我觉得惊喜一点，主要是它有8种收音模式，尤其是可以前后同时收到2个声音，对于 Vlog 或者单人采访就可以不用小蜜蜂，所以音质也非常不错。你可以听一下这几种模式的切换，这个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可以隔绝不少噪音。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这支全新的数字音频麦克风全指向模式所录出来的声音。我现在在户外，应该有一些蝉鸣、鸟叫都可以听到。那我现在切换到它最强指向性的这个模式。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最强指向模式所录出来的声音，蝉鸣、鸟叫应该都会小一些，我的声音也会更加突出。你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而且最特别的一点是，它还支持利用索尼相机的3、4号声道来录制一个安全音轨，一条轨道防止过曝，一条轨道录制全向的声音，这样不会漏掉任何现场的声音。同时还因为它不需要接线，可靠性也会相对的高一点。这个我觉得索尼生态做的还是挺厉害的，真的还挺不错。可能唯一我要抱怨的就是它为什么没有一个 AI 功能来帮你自动检测、自动切换，现在只能手动转动这个波轮，有时候会有一点麻烦，很难找到对的那个收音模式。
所以这2年我觉得索尼的战略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它不再通过对拍摄参数的阉割，还有 CMOS 的限制来划分专业还有非专业的界限，而是在市场和用户分析以后，让 ZV-E1 还有像6700这样的搅局者冒出来，更多侧重在特殊的 AI 功能上面，来共用电影机的高级传感器，但是又不会威胁到自己的高端产品线。我想说，如果 A6700 能够修复目前的过热问题，那确实是一台非常非常优秀的水桶机，猛是真的猛，传感器也很好，而且相比全画幅，我甚至会更加乐意给别人推荐这样的轻型的高画质的相机，镜头投入也会少一些。但是前提是它不这么容易过热，真的就差一把劲了，索尼加一点劲啊！学富士出一个风扇也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当今，它就是容易过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台索尼最新的 APS-C 旗舰机型的全部测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你的朋友也感兴趣，可以分享给他们看一看，也欢迎给我们1键3连，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